来到 Sabina 老师说故事，请记得订阅、按赞及分享哦。小朋友好，我是 Sabina 老师。你有听过井底之蛙的故事吗？我们来看看住在井底的小青蛙呱呱发生什么有趣的故事。很久很久以前，在一个美丽的森林中，有一只青蛙，叫做呱呱。它是一只绿色的小青蛙，从小还是一只小蝌蚪的时候，就住在一口井的底下。这里有充足的水源和很多小昆虫，吃吃喝喝一点也不缺，每天过得快快乐乐，开开心心的。平常没事的时候都发呆地往天空看。太阳公公早安，月亮姐姐晚安。在他的眼里，天空是小小圆圆的，太阳和月亮偶尔会出来跟他打打招呼，很快就不见了。而全世界最快乐的地方就是他的家了。呱呱对井底的生活感到非常满足，没有比这更好的地方了。有一天，有一只小乌龟爬到了井里，看到呱呱，跟他说：你好，我是小乌龟，我从附近的池塘过来的。你在这里做什么啊？这里是我的家啊。你说你从池塘过来的，那是什么地方啊？有我家大吗？我想一定没有。来，我来请你吃很多好吃的食物。小乌龟听了觉得很好笑，说道：你说池塘没有你这口井大，真的是孤陋寡闻。我的池塘可是你的好几百倍大，花草树木，绿草如茵，食物超级多。你应该要离开井里去看看外面的世界。胡说，哪有可能有地方比我井里面还大？你看看，天空圆圆小小的，难道你说的池塘会比天空还大吗？你脑袋孔不利啊！小乌龟听了呱呱的话，也只好无奈地摇摇头，离开了这个井。有一天，这个井的水越来越少，看起来准备要干枯了。小昆虫也都不见了，小青蛙呱呱开始找不到充足的水源和食物可以吃，日子越来越难过。他说：这是怎么了？怎么会变这样？食物和水都不见了，难道是世界要毁灭了吗？他坐在井底，快要饿死了。突然，有一只小麻雀飞到了井口边，看到了小青蛙，便好奇地问道：小青蛙，你在这里做什么啊？这口井快要干了，你会饿死的。为什么不出来看看外面的世界呢？那里有美丽的花朵，高大的树木，鸟在枝头歌唱，森林里还有好多动物和昆虫，太多有趣的事物了。好啊，我在这里快要饿死了。你可以带我出去看看你说的森林、树木、花草，这些是什么样子吗？于是小麻雀轻轻地用小脚抓住小青蛙，飞出了井底，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。呱呱从井底出来时惊叹不已，他看到了壮观的山脉，瀑布从高处飞流直下，彩虹在空中绽放。小青蛙还看到了许多其他动物，它们在自己的家里玩耍，互相嬉戏。呱呱忍不住发出赞叹声：太美了，世界原来这么大，这些五颜六色的花草树木，还有这个广阔的池塘和河流，那真的是太美了。
他从未见过如此美丽和缤纷的景色。小麻雀带着呱呱在树枝间飞舞，它们探索了森林的每个角落。小青蛙看到了各种奇妙的花朵，有红色的玫瑰、蓝色的风铃花，还有黄色的向日葵。它们在阳光下绽放住，好像互相竞争选美小姐一样。最后，小麻雀带着呱呱飞到了一个池塘边，水里清澈见底，小鱼在水中游来游去，旁边还有各式各样的昆虫。食物和水不知道是以前井里的多少倍。小青蛙开心地跳入池塘中游泳，非常快乐。它还遇到了之前来到井里的那只小乌龟，在那里乘凉。它很惭愧地跟小乌龟说：小乌龟，对不起，我现在才知道我以前是怎么的无知，以为井里面就是全世界，还耻笑你。原来脑袋孔不利的人是我。小朋友，故事讲完了，是不是很有趣呢？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故事里的小青蛙因为从小生活在井里，以为那里就是全世界，而当井水干枯时，就遭遇到生存危机。所以，我们不能被自己所处的环境限制住，要勇敢地探索世界，学习新的知识。只有勇于尝试，才能发现更多可能性。世界真的很大，一定会找到适合自己生存的环境。下次记得再来听 Sabina 老师说故事。